美国海军军舰日前未经印度批准进入其专属经济区。日本媒体近日也曝光，美国军舰去年底曾挑战日本对于对马海峡的主权主张。回顾2020年，美军在全球范围内对19个不同声索国家或地区提出了28个不同的所谓过渡海洋主张，进行了行动层面的挑战。从印度、日本的例子来看，中国并不是美国海洋霸权和航行自由行动唯一的受害国，但这些盟友及伙伴国家和地区对美国的霸权敢怒不敢言，一些国家甚至跟随美国到南海来搞所谓航行自由，实在是令人费解。印度外交部当地时间周五晚间通报，美国海军第7舰队阿利伯克级驱逐舰约翰保罗·琼斯号周三在从波斯湾向马六甲海峡航行期间，在没有知会印度方面的情况下进入印度的专属经济区，印军全程监控。印方声明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未授权美军此举，印方已通过外交渠道向美方表达关切。印方要求其他国家军舰在印度主张的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海域进行军事演习或机动演练，都必须事先获得印方同意。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海军第7舰队周三穿航当天就发声明称，是在印度不知情的情况下执行的航行自由行动。印度时报报道强调，琼斯号周三在未征得印度同意的情况下，进入的是印度拉克沙群岛附近水域。该群岛的11个岛屿有人居住，总人口约7万，是印度政府的中央直辖区，距离印度喀拉拉邦海岸约300公里，南接马尔代夫。这片水域无主权争议，但美方嫌印度声索的专属经济区过大。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片水域位于波斯湾、阿拉伯海、马六甲海峡航道上，后者是世界上重要的石油运输航线。更令印度舆论不满的是，美国海军第7舰队在声明中直言挑战印度，非常不给印度面子。声明措辞严厉，称行动旨在通过挑战印度对海洋过渡的主张，还指责印度违反国际法，并称印度无权要求美军舰事先获得印方批准，又表示相关行动不是政治表态。其实美国本身它也需要在它全球的霸权利益和双边利益之间进行一个平衡。所谓的全球霸权利益，就是对美国来讲，航行自由就是它在全球霸权的一个必要的一个工具。所以它从79年开始就执行这种航行自由行动。一方面，它需要跟维护，它要建立这种思辨机制，建立跟印度的这种关系。但另一方面，那个来讲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很根本的一个利益。一位要求匿名的印度政府官员对《印度时报》表示，虽然专属经济区是公海，国际船舶穿航不受阻碍，但美军以声明直接挑衅印度是不同寻常的举动。这名官员还指责美方双标，因为印度加入了美方拿来说事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但是美国却拒绝批准这一公约，还经常故意曲解公约，并频繁以公约的执法者自居。印度时报评论称，对美军向印度发出的极具挑衅性的声明感到诧异和失望，特别是在拜登上台后展现出极力拉拢印度，声称要加强与印度的盟友伙伴关系的当下。一名印度网友跟帖称，美军的这份声明让印度第一次感受到了4国机制的真正滋味。有观察指出，美方突然针对印度执行航行自由行动，显然是为了报复印度。虽然印度去年与美国达成了准盟友关系，近期也参与了美方主导的4国机制活动，但印度却比美方想象的要低调许多，并缓和了与中国的关系。更令美方不满的是，就在美军琼斯号穿航印度专属经济区之前一天，印度外长苏杰生在新德里接待了来访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双方确认正在安排普京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值得注意的是，琼斯号周三的所谓航行自由行动还闯入了马尔代夫的专属经济区，算上韩国和斯里兰卡，美国最近一周打着所谓航行自由行动的幌子，高调侵害了4个印太国家的海洋权益。不寻常的是，日本共同社周一也报道称，美国海军第7舰队补给舰艾伦谢泼德号于去年12月15号穿航对马海峡，期间舰载直升机还实施了飞行。日本政府对美舰让直升机在穿航期间起飞提出抗议，称违反了无害通过的原则。美国海军第7舰队则强硬回应称，日本政府的对马海峡领海设定标准存在问题，因此有必要对日本采取航行自由行动。美国政府在1998年以国务院文件的方式认定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约中允许适用直线基线的地形条件不符合美方主张，美方声称主张应使用低潮线。按照美方提出的这一标准，各国的领海都将大大缩小，有利美国军舰自由航行。由于低潮线需要高精度测量及复杂数学模型支持，实际执行时也面临过于弯曲、潮汐变化偏差过大，导致难以有效认定等弊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最终提出了直线基线原则，日本外务省海洋法室也持这一立场。美方自1999年之后，多次在这里施行航行自由行动，挑战日本政府主张。美国就是一个霸权国家，尽管美国不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当事国，但是呢，他认为海洋法公约就是尤其是关于这种航行权利等方面反映了习惯国际法，所以呢，他认为他是买账的，但是呢，这里面他自然就可以进行挑挑拣拣，他完全出于霸权的利益，从警察的这个角度去做这个行为。所以你会发现，美国今天说这个国家的有过度海洋声索，明天说那个国家有过度海洋声索。那么在他这个篮子里面，既包括他的盟国，也包括他的这种非盟国竞争国家，也就是说，你好像只有他是对的。那么你说谁是对的？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反证。如果美国认为所有的国家的海洋主张都是过度海洋声索，那么只能反过来证明它是错的。所谓的航行自由行动，实际上是美国海上霸权的代名词。根据美国国防部3月份发布的2020财年年度航行自由报告，美军在2019年10月1号到2020年9月30号之间，对全球19个不同声索国家地区提出的28个不同的所谓过度海洋主张进行了行动层面的挑战，其中既包括中国和俄罗斯等有战略竞争关系的国家，还包括日本、韩国，之前还包括英国和加拿大等。时事评论员田世辰向深圳卫视分析指出，事实是基于海运的合法贸易从来没有受到阻碍，美军的航行自由只是渲染威胁和掩盖其军事行动的目的的借口。美军所要求的机动性是基于美国霸权和全球战略，是为了保障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干涉的所谓自由。美国的一些盟友也声称支持航行自由，但实际上长期为此采取军事行动的只有美国。从形式上来讲，它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但核心的不同是在于战略意图。美国挑战中国的就是这些他所谓的过度海洋声索进行这种航行自由行动，对他来讲只是一个借口，他来与中国进行这种地缘战略竞争的一种借口，这是最本质的不同。那相同一点呢，对于美国来讲，他认为只要是你这个国家的海洋的主张，他认为是过度的，它叫 excessive maritime claims， 只要他认为是过度的，他就会去挑战。美军2020财年年度航行自由报告中，针对中国的部分也有7项，包含反对中方提出的直线基线主张及毗连区安全事项管辖权、一些海洋地物的领海领空主张、东海防空识别区、海洋测绘、外国军舰进入中国领海需要事先批准等。南海是美军所谓航行自由行动的重灾区。根据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近期发布的2020年美军南海军事活动不完全报告，2020年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肆虐，美军演习演练受新冠疫情影响，规模和频次有较大缩减，但是美军在南海地区却一直保持高强度军事活动，战略平台频繁亮相南海，对华威慑意图明显，空中抵近侦察强度大幅增强，花样不断翻新，以航行自由为名，继续通过闯岛闯礁和过航台湾海峡实施对华极限施压。我们从2019年开始，下年初发前年度的这个年度报告。从这个我们的长期的观察来看，我们发现就是除了美军在整个包括南海的西太平洋的针对中国的这个前沿存在活动频次、烈度和针对性越来越强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我们要看到就是美军这些年越来越注重从实战角度考虑，以中国为假想敌，在南海进行各种的这个战争的模拟推演和作战概念的验证。所以这个是一个新的趋势，我们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尤其要指出的是，2020年全年，美军先后向南海地区部署3个航母打击大队、2个两栖戒备大队、多艘次核动力潜艇。美军的 B-52H 轰炸机和 B-1B 轰炸机17次进出南海开展动态兵力部署行动。无论是从规模、数量，还是在南海地区活动的时长来看，美军战略平台在南海的军事活动强度均为近年来罕见。
此外，据公开资料统计，2018年美海军在南海地区开展了5次闯岛闯礁、进入12海里海域的行动，2019年则是8次，2020年提升到了9次，均集中在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海域。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主任胡波向深圳卫视分析，尽管美国在全球范围内仍然保持着明显的军事优势，但是在西太平洋地区，这种明显的军事优势正在逐渐丧失，中方反制和应对的针对性、有效性都在大幅提高。未来，在大国竞争的口号之下，美军在南海行动的烈度和频次还会继续增加，变化的可能只是策略和手法。因为美国不断的加大在这个地方的军事存在和军事活动，而且越来越针对中国，所以中国没有选择，必须得采取一定的反制措施。因为中美的军事竞争发生在中国周边，而不是美国周边，所以从战略上讲，就双方是不对等的。但是在具体的应对方面，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有一些很多的主动的措施的，就我觉得也是有很多的选择的。好的，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卫。吴先生你好。美国海军一艘阿利伯克级驱逐舰近日在印度专属经济区海域开展所谓航行自由行动，印度媒体反应强烈，您对此有何观察？美国防长奥斯汀前不久访问印度时大谈美印关系是所谓印太地区的堡垒，言犹在耳。如今美军驱逐舰在拉克沙群岛附近海域的航迹宛如一记耳光，让印度媒体幡然醒悟。原来美印用友谊铸成的这个所谓印太堡垒是塑料做的呀。作为此次任务的执行者，美第7舰队发表的声明挺嚣张的，直言没有事先征求印度方面的同意就通过了专属经济区海域，符合国际法。我给翻译一下，意思就是老子就是来了，不需要跟任何人打招呼，这就是十足的美国式霸道。美军在声明中自诩，相关行动是根据国际法展开的。根据美国国防部今年3月发布的2020财年航行自由报告，所谓航行自由行动，旨在通过挑战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所谓过度海洋主张，来应对这些国家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挑战。不明真相的群众可能会觉得，美国这是国际法的卫道使但情况真的如此吗？现实是充满讽刺的。美国并不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签署国，在我看来，美国奉行的是于我有利则沿用国际法，于我有害则搬出国内法的强盗逻辑，本质上是美式强权对国际公理的欺师盗名。美国不仅针对中国、俄罗斯开展所谓航行自由行动，还对一众盟友与拉拢对象搞类似行动。您如何解读美方这种看似六亲不认的做法呢？这是一个好问题。美国在制定政策、执行政策的时候讲究逻辑的自洽性，尽量避免陷入自己设置的话语陷阱中。所以，单从所谓航行自由行动上看美国的确摆出了一副所谓看似六亲不认的样子。但我们只需拿出这个数据对比一下，就能明白，美军海空力量在所谓假想敌附近海域执行的航行自由任务数量是远超那些所谓传统盟友的。美国所谓的六亲不认，实际上就是他们自己打造的国际人设。要知道，美国的军事盟友也是分3、6、9等的。真正的核心盟友是同宗同源的安格鲁萨克逊国家，其次是一些意识形态相近的欧洲国家，比如说德国、意大利、波兰。在美国战略学界眼中这些所谓的北约盟友，实际上扮演的是苏联看守者的角色。接下来才是日本、韩国以及亚洲的一些军事盟友。要知道，在冷战时期，美国对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角色定位是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反潜猎犬，伤害不大，侮辱性极强。日本人也是够能忍的。印度方面正是看清了这一点，所以对美国抛出的军事结盟橄榄枝一直嘴上笑嘻嘻，心里再看看。所以，美国真的是六亲不认吗？恰恰相反。美国一度精于拿捏分寸，将这些座次排名分先后的盟友们治得服服帖帖。只不过这些年出了一个政治素人特朗普，对美国的这些预盟之术既不懂也不想懂，上来就提美国优先，挨家挨户搜刮军费。当大哥的一毛不拔，小弟人心散了，自然队伍不好带。拜登入主白宫，自诩美国回来了，在我看来是那个崇尚结盟主义、依托盟友实现全球称霸的美国回来了。
好的，谢谢吴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